这位身手不凡，想必便是我家巾帼不让须眉的娘子啊。这位新娘端庄优雅，是我夫人没错。娘子，你这想的鬼点子可让我好找啊！用武功试我，是犯规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我想你好好活着，然后跟碧燕姐姐换回来，把你还给她。我不要什么大家闺秀的小女子，我只要李玉湖。二拜高堂。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，本将军难辞其咎，原不屈，军棍100。将军如此待我，林燕必定生死相随。末将几个月前刚刚娶了新夫人，怎么能再娶公主？今生今世，绝不辜负彼此。夫妻对拜。红妆披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。扬州桃李，飘香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。你是真的喜欢我？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齐天雷满心满眼都是你？我宁可辞官回家，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我只要你和我能够岁岁平安。启程！恭喜呀！好啊好啊！同喜同喜！这就是上错了花轿，嫁对了郎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妹妹，月色太寂寥，一起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空恋你的妙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袁某今日能够逃过一劫，还要多亏诸位在外奔波，请受袁某一拜。将军大哥，姐姐，从上错花轿以来，我们一路跌跌撞撞，就算我是个胆大的，也都怕了。哎，虽然我们上错了花轿，但是我们也各自找到了如意的郎君，而且皇后娘娘还特意下旨，让我和将军重新准备婚礼呢。要我说呀，你们这歪打正着的2对小鸳鸯啊，就该好好迎喜气，好好的重办一场婚典。我也正有此意。我们夫妇2人就顺着袁将军和杜小姐的机缘，再办一场婚礼，再闹他一场，如何？
我与齐兄不谋而合。哎，我们也去，我们也去。正好人多热闹。这样的话，母后定能准了我们的婚事。这个我来筹备，然后热闹个3天3夜。好，姐姐，我们去仙女庙拜拜吧。感谢仙女娘娘给了你一个威武的大将军，给了我一个俊俏公子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走。师父师娘，干爹干娘，干娘，恭喜你们啊，都能如愿以偿。承蒙皇后娘娘亲自赐婚，日后你们定能夫妻恩爱，琴瑟和鸣。这当然也多亏了师父和师娘的帮助，否则此事也不会解决得如此顺利。是啊，干爹干娘有我们是大恩。哎，这是老天爷的安排。10日后啊，你们便要重新举办婚礼了。你们将要嫁给自己心爱之人，虽然这过程曲折了些，但总归是皆大欢喜嘛。干娘，你说的是。当时出嫁之时，我和妹妹曾在仙女娘娘面前祈愿，希望能嫁得个如意郎君。没想到仙女娘娘真的显灵了，让我们上错了花轿，嫁对了郎君。那这么说来，这仙女庙还真灵验啊！一会儿啊，我得好好的瞧一瞧，给我那傻儿子敬堂好好拜一拜。哎，敬堂。爹娘，哎，启赞公子。所以啊，在这大婚之前，我们定要来仙女娘娘面前祈福还愿。对的对的。但是还有一件最重要的，这次可别再上错花轿了。参见公主，参见驸马。参见驸马。不必不必。哇，这边是仙女庙啦，我也要去祈福，希望今后能够跟驸马恩恩爱爱。公主，别说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怎的？大家伙来此处，不都是为了祈福还愿？这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？能说能说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来躲一躲。我们快点，快走，进去。走，慢点啊，我给你挡着。你淋着没？你没淋着吧？好大的雨啊！我给你弄弄。这雨下的可真大，这房子都漏雨了。怎么说下就下呀？这个雨。哎，我可算知道了，这仙女庙的雨啊，是说下就下。不过也对，如果当时没有那场雨的话，哪来的上错花轿嫁对郎啊？又何得你们2人的好姻缘？也是啊。你等我一下，姐姐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好，去吧。
这里啊，还和以前一样。是啊，可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们都有些不一样了。是不一样了。来，我们今日一同来向仙女娘娘还愿祈福。仙女杜冰雁今日特带妹妹李玉湖前来还愿。之前我们姐妹二人在仙女娘娘面前祈愿，希望我们各自能够觅得如意郎君。幸亏仙女娘娘显灵，让我们姐妹二人虽上错了花轿，却嫁对了人。信女感念仙女娘娘的显灵。多谢仙女娘娘，让我在这里结识了冰雁姐姐。也感谢您赐给了我齐天磊这个郎君。请仙女娘娘日后保佑我和天磊、冰雁姐姐和袁大将军能够开开心心、幸福美满。玉湖在这里给您磕头了。今后我们就是姐妹啦。你们不会将错就错，把我送到荆州去吧？这齐府的龙潭虎穴，我就替冰雁姐去了。姐姐可是比以前漂亮不少呢。胡说，你呀才是越来越好看了。姐姐，你现在可是将军夫人。你呀，现在可是堂堂齐府的三少奶奶。我问你，你现在可还觉得自己是跳进火坑了？我现在每日啊都过得十分自在。妹妹，你可是有喜了？才没有呢，我只是来之前吃多了。哦，是吗？希望是个能文能武的小家伙。姐姐莫非也吃多了？希望他们俩能跟我们俩一样，关系这么的好。她们二位女子有着如此奇特的经历，连带着你我二人也有了此番造化。能遇上她们，是你我此生之幸。是啊，也真是这仙女庙显灵，让你我二人都找到了彼此真心相爱的人。那这也算是缘分天定。原来那次在灵山，是袁不屈故意装神弄鬼吓唬本公主的，是杜冰雁他们夫妻二人的计策。不过，幸亏他们出此计策，不然我就碰不上我那个傻驸马了。我这个傻外甥还是真有福气。他也就是个实心眼儿的。就你向着他说话。公主，我今天呀就跟你老实交代吧。其实我也参与了此事。你真没看出来？小姓单，贫道姓苏，不是 A 师傅。我就是那个给你算命的道姑啊！原来你也有份儿啊！哎，那平微呢？平微是什么也不知道，他呀就是被他那个舅舅给诓去碧霞祠的。我就说嘛，我那个傻驸马呀是个实心眼儿的。不过实心眼儿也有实心眼儿的好处。不瞒你说，我父皇母后给我挑了那么多人，可就那个傻瓜肯为了我豁出命来。他那是傻人有傻福。雨停了，我们走吧。
杜小姐，杜小姐，你要是觉得闷，就把盖头掀了吧。这个地方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可以随意一些。你的衣服跟我的衣服一样，你还顶着这块破布干嘛？拿下来吧。这外面的雨可真大。李小姐，李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失礼了。我是看你长得实在是太美了，我还以为我算是标致的了，可是跟你根本就比不上。你就是天上的大雁，我就是水里的鸭子。不是的，李小姐，你长相娇俏，还带有一股英气，为人也洒脱。而我，只不过是常年在闺阁中没有见识的女子罢了。你放！我的意思是，你呀是千金大小姐，是我们扬州城数1数2的美女才女。听闻你的才气，那些男子赶着800匹马都追不上呢。我呢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跟你比不上的。李小姐，今日我们同一天出阁，同一天告别扬州，又同在这仙女庙中避日，真可谓是缘分。有缘有缘。要不坐下说？坐吧。杜小姐，听闻你要嫁给一个显贵公子。我倒是要恭喜你，要嫁给一个威武的将军才是。什么威武将军啊？我这是跳火坑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外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，是当今皇上的宠臣爱将。可谁又知道他和我家的恩怨呢？那你跟我说说。当年啊，这袁不屈和小姐是指腹为婚的。后来这袁家搬到了杭州，一把大火把袁家烧了个精光。哎呀，这二老啊，急得急死，病得病死，就剩下这个少年郎，可怜呐。是啊，后来这袁不屈就来扬州投靠他的老丈人，可偏偏那个李馆主势利眼，一阵乱棍打了出去。那李小姐现在嫁过去，那还能有好果子吃啊？说的就是啊，他爹做了这缺德事儿，他做儿女的终归会遭殃的。现在袁不屈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，他若想报复你的父亲，十分容易，又何必花10大香聘礼把你给娶过去呢？所以我想，他是不会把怨恨牵到你的身上来的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他已经娶了2位夫人了，而且都是被他折磨死的。那你到了荆州后，要设法把此事弄清楚。若果真如此的话，你可得早做打算。
放心吧，他可不敢欺负我。他要是欺负我，我就……好功夫。我们家小姐啊是个武人，她吧心直口快，在她心里啊永远是义气第一。哎，我们家小姐啊是个才女，从小饱读诗书，冰雪聪明，机敏聪慧。只是可惜，像我们家小姐这样一位才貌双全之人，居然要嫁给一个病入膏肓的男人去冲喜。说来，那齐三公子也怪可怜的。他们齐府3代单传，到了他这一代，好不容易生了3个儿子，可全都没有活过25岁，就只剩下他一个了。所以府里的老太君就把他像宝一样的捧着护着。可是他自幼便身体孱弱，他们都说他也活不过25岁。后来他们就命人查了我的生辰八字，他们说他的八字和我相合，便使了各种手段，一定要我嫁过去，为他冲喜，以便为了祈福能够传宗接代，炎炎香火。姐姐，我们同病相怜，那我们就在仙女娘娘面前义结金兰，希望她能够保佑我们。那我们俩现在是姐妹了。这个是袁将军送我的聘礼，碧玉剑，现在把它送给你。不行，这是将军给你的，我怎么能要？有什么不行的？既然是送我的聘礼，就是我的了。姐姐收着吧。雨停了，雨停了，雨停了！哎，一会儿是不是接着下呀？在这儿干嘛？来人了！哦，师傅，我们是来这儿避雨的。哎呀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再不走啊，你们会有血光之灾的！血光之灾？什么血光之灾啊？最近啊，我们这一带出现了一群江洋大盗，无恶不作，见人就抢，手段十分之凶残。3天以前，他们用刀子在我们庙门之上给我们留下一封信，让我们3天之内给他们送200两纹银去。否则啊，就把我们仙女庙屠个满门皆死。我身上有齐府为我特别定制的信物，它叫水晶焰。既然你将这个碧玉剑给了我，那我就把这水晶焰给你留作纪念吧。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，这强盗说来就来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大家还是赶紧逃命去吧。别走！你们干什么？走吧！你们先走啊！强盗！妹妹，外面的情况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还是先把盖头盖上吧。哎呦，好了，小姐啊，小姐，龙凤呈祥，错不了。有鸳鸯戏水也没错，快没笑。小姐，来，小姐来了。
点啊！来来来，抬脚抬脚，慢点啊！哎呦，强盗来了，快，慢点啊！咱这排场不能丢啊！别慌，别乱，稳着点儿。来，抬脚，慢点啊！慢点儿。哎呀，慢点走。下假期，放眼晴空万里，扬州桃李飘小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，只有你能懂我心意。阴差阳错相遇，定下姻缘不易。人海中遇见对的你，无人能比拟。欢喜人家相遇，新人迈步进二堂，大红对联挂两旁。新人迈步过采访，黄金白银用斗量。放眼晴空万里，扬州桃李新人迈步过楼房，花开上苑吐凤凰。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，只有你能懂我心意。这齐家院子怎么这么大？走得我脚都疼了。人海中遇见对的你，无人能比拟。欢喜人家相遇，换来两人不离。新人迈步登大堂，富贵荣华万年长。鸟语花开春空气，为一缕香追忆。一色留一拜天地，一团和气。清净出山风雨息，燕归落堂西。二拜高堂，金玉满堂。而叹忆往昔，两情纵满盈哭泣，时怪三拜老太君，福寿宁康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，两情纵满盈哭泣，时夫妻对拜，相亲相爱。弃恨至此都不舍一世。同入洞房，情深意长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果然是个病秧子，连站都站不稳，风一吹就倒了，真可怜。没事，快扶进洞房。这慢点啊，没事。
长什么样子呢？那我看看。哎，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可惜是个短命鬼。你不是在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看什么看？怎么，只许姑娘方才偷看我，就不让我看你了？这扬州来的姑娘，好生霸道。我看你呢，我看你是因为怕你是个病秧子。这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那姑娘方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，我是否是一个病秧子短命鬼的长相呢？长得倒是挺俊俏。还行吧，五官还算端正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说得好啊，确实是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。没想到成个亲这么麻烦。我也一贯讨厌那些繁文缛节，又是拜堂又是磕头的，留着我们二人在这里守着什么规矩，像个木偶一样。无碍，娘子在我这儿，不必拘束。饿了吗？来一块。都快饿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要就着酒才好吃。哎，你这个病秧子，当心喝太急了。怎么，瞧不起我们病秧子啊？那咱们来比试比试。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这酒也太辣了吧！一喝就不是什么好酒。
没有我们扬州的酒，清甜干爽。那好，那咱们就换一种喝法。这满柜子的书哪有好酒啊？你莫不是喝多了眼花？这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这书中还有好酒不成？娘子，猜对了。哎，且慢，娘子刚才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？比什么？咱们就比比，用这青梅放在这2只碗中，若是娘子猜中了，那便我喝；但若是娘子没能猜中，那便娘子喝。我啊，可是火眼金睛，你输定了。好。来吧。这个。确定在这儿？这个。确定？就是它。娘子，你输了，喝吧。那肯定是这个。哎，若是没能猜中，便要再喝一杯了。喝酒喝。哎呦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！我在家玩的都是投壶之类的游戏，真刀真枪的。你这些莲子果子，有什么意思吗？娘子喜欢玩投壶啊，那还不简单？你这也没有剑，也没有壶，怎么玩投壶啊？没有这些东西，我给你变出来就是。娘子，请吧。还挺有办法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娘子，若我2只并头都中了，按照这投壶的规矩，可算是我赢。你投吧，我才不信你会中并蒂莲呢。那就看好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又输了。哎，今天运气真好啊！哎，原来没功夫呀！
公子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，公子？公子，你别死啊，公子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快醒醒，公子！怎么办呢？他是个穷兵之人，我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你是在为我伤心吗？娘子，你别哭了。娘子，是我错了，惹得你生气了。我才不是什么……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弱女子，嫁过来给你冲洗，已经够气人了。这都怪我这身子连累了你。不过，你跟我想的不一样，你真是需要冲洗续命的孱弱公子。如假包换，看你又喝酒又投壶的，真是古怪。这人世间的事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你反正已经嫁到戚府来，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冒牌的齐天磊。可是，我是冒牌的杜冰雁。倒是你，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，怎会是如此做派？谁说大家闺秀就得摆着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习惯，就像你说的，这人世间的事儿，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。我个性为何这样，日后跟你说。好，这样的性子倒也好。我也不喜欢那端着板着的大家闺秀做派。亥12更，熄灯入梦。亥12更，熄灯入梦。这时辰已晚了，你我就歇息吧。你自己先去睡吧。这洞房花烛夜，哪有一个人睡的道理？我刚来林州，水土不服，身子有些不适，所以还是各睡各的吧。定是他害怕与男子同床共枕。原来如此。这儿怎么只有一张床呢？这洞房内怎会放2张床榻？爸，今晚我便睡在此处吧。那怎么行？要睡也是我睡。哎，我一个堂堂7尺男孩，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睡这儿呢？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冰秧子睡榻上呢？不用再争了，我睡着。为一缕香追忆，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清尽出身风雨息，燕归落汤溪。一叹不知你归期，而叹忆往昔。两情总难
不是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你别哭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？你想干嘛？不干嘛。昨晚睡得如何？还行吧，还做了梦呢，梦到了扬州的灯会。倒是你，昨天晚上委屈你了。哪有？我在那儿睡得也挺舒服的。不过，倒是你们扬州这规矩有些古怪，你怎么穿着鞋子睡觉啊？当然是为了防你们林州人。防着林州人？愿闻其详。主要是防你。防我？我有什么可防的？防止你在我熟睡的时候往我身上塞小娃娃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没人跟我说过，我自己知道。杜小姐，你尽管放心，若是我齐天烈趁人之危，你想怎样罚我皆可。那我就废了你。你要废了我？这自古女子出嫁从夫，不应该是温婉顺从才是吗？呸！烦都烦死了，出嫁从夫，真是不公平。自古以来，男子犯了错，女子得忍气吞声；女子犯了错，不管是多小的错，男子就任意妄为。娘子高论颇有见地。既然如此，那倘若我齐天磊犯了错，娘子就写封休夫书，把我扫地出门，如何？好啊，要是你犯了错，我就拿个大扫把把你扫地出门。好。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是扬州本地人？当然了。那你会讲扬州话吗？扬州妹，天秋浓，耍棍耍枪好把式，吃到小云霄，3文钱一亩。她一个大家闺秀，怎会知晓市井天桥的小吃价钱？快点，小姐她们已经要起床了。干嘛？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傅给的灵丹妙药已经止住了。少爷，请吧。请。
小喜姐，快来一下。我自己会洗。床单上有血迹，真的？我看看。快去告诉老太君，这样他可放心了。是。少爷、少奶奶，请你们俩用完早膳之后，去向老太君请安。好，知道了。哎呀，小喜，你快点儿！哎，小姐，你要端庄贤淑，你是大家闺秀杜冰雁呢，别露出马脚。知道了，我装样的功夫你还不知道吗？哎，小姐，哎呦，啰嗦。桑少奶奶，您来了，老太君在里面等着您呢，请。快，婆婆，特地在老太君边上给你留了位置，快坐。奶奶，哎，就等你了。今天呐，厨房备了谢宴，我们这些女眷啊，在这儿喝酒、对诗、拜拜月，好好的乐呵乐呵。天磊呢，身体不好，吃不了这些寒凉之物。世昭呢，商行的事又多，来不了，所以啊，这么多的螃蟹都归咱们用了。哦，对了，这螃蟹是从你家乡才买来的，正好让你回味回味家乡的味道。多谢奶奶。咱们冰雁啊，可是扬州第一才女，要论起螃蟹的趣闻轶事，还得靠你来给我们好好讲一讲。婆婆，奶奶，冰雁愚笨，这奇闻异事的，我脑子里一时想不起来多少，但这民间流传的对子，我可知道不少。讲出来，您可别笑啊。哎，怎么会笑呢？都知道你是个大才女，从你嘴里说出来的，我都爱听。这圆瞪眼，口莫扬，煞是猖狂，皮有春秋，肚内黑黄，铁甲强熬，爪横芒，终不免包其折爪，拌葱姜。有意思吧？啊，有意思。从冰雁的嘴里说出来，那就是文采飞扬，别有一番风雅呀。是啊，奶奶，您快别夸我了。本姑娘幸好跟着爹爹经常去酒楼茶馆，这掌柜的吆喝声竟然也派上了用场。上谢八件。狼牙锤、青龙勺、日月镊、凤池剪、青铜墩、乾坤斧、梨花针、柳叶瓜，七七八八的都是什么呀？这群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这用嘴吃，它不香吗？咱们齐家书香门第，如今老太君又得了冰雁这样的才女孙媳，不如咱们趁着佳节吃蟹饮酒，吟诗作赋，老太君可好啊？好啊，那咱们就以这席间蟹来作诗吧。要不我先来？好。到手就是稻子熟了，
到手金秋，谢正肥。双袄如己，挺青泥。好诗，好诗。那接下来谁来呀？老太君啊，不如就让三少奶奶先来吧，一边向我们展示展示扬州大家闺秀吃蟹的风雅，一边吟吟诗，做做对。方小巧啊，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哎呦，冰燕姐姐，你可难死我了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咱们三少奶奶当然不让啊。这小斧头小锤子，这和扬威武馆里的家伙事儿没什么区别。那奶奶，冰燕献丑了。来，哼，白燕剪尾横扫腿，炮，飞棍撞中，挺胸扣。垂手破敌，哼，穿心追。舌剑唇枪，谢纵横。好，英气十足，有几分英雄气概。就是怎么草莽气重了点？哎呀，既是配着拆卸嘛，那自然应该草莽气些，狂放不羁些。哦，那怎么听着好像有那个武功的招数呢？啊？老太君，我们家老爷总是教导小姐，说这女孩子呀，也该有心胸宽广，有大江大河的气度，不可以太闺阁胭脂气了些。所以呀，才让我们家小姐自小读了许多边塞诗，这文风嘛，自然就好卖了些。对，奶奶，我可喜欢边塞诗了。想不到咱们三少奶奶还有些侠女气度。那是，巾帼不让须眉嘛。老太君，这屋外各类品相的菊花已经摆好，各位不如先移步屋外赏菊作画。好啊，那走，到门口去看看咱们家的菊花去。冰燕啊，老太君当年可是出了名的名书画匠，你也是扬州的大家闺秀，想必这琴棋书画应该也是样样精通的。今天啊，可得给我们好好的露一手。哎，你就画那朵白凤明珠吧。行。好，咱们各自画起来。好。当闺阁小姐可太难了，小姐，你可得挺住啊！这鲤鱼打挺我挺得住，这咬文嚼字，哎，我尽力吧。菊花呀菊花，你是白凤明珠，我就是晒太阳的小黑虫子。早知道爹爹让我上学堂的时候，我努力一些就好了。
老太君，您这点绛唇真是惟妙惟肖，看着可真是雅致呢。三少奶奶也画完了。哦，那大家都来看看冰燕的画吧。奶奶，其实我不擅长画画。无妨无妨，都是一些逗乐子的玩意儿。让为娘先品一品。哎呦，冰燕呐，你这印章式的笔法可是如何画得的呀？您快瞧瞧。哎呦，哦，这风格奇特，与众不同，别有一番景色呀！好，好，拿近些，让我仔细瞧瞧。哎，奶奶，我都有些饿了。哦，哎呀，刚才净顾着画画对诗了，没让他吃东西。好，你想吃什么？奶奶带你去。我呀，想吃糖醋小排。红烧肉，好，糖醋排骨，红烧肉，厨房上。生儿，快来，小心奶奶。哎，好嘞。父母大人，膝下敬禀者，二老万万不会想到，女儿被错嫁到荆州袁将军府，犹如陷进牢笼之中。不孝儿，冰燕叩首。就算没有上错花轿，被嫁去林州祈福，给一个活不了多久的病秧子冲洗，结果又会好到哪儿去呢？也不知玉壶妹妹那边怎样了，莫不是也和我一样，去了林州，也进了火坑？玉壶妹妹，你可还好啊？唉，真是太无聊了。再在这个府里待下去，我这满身的功夫就要白费了。唉，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记住，你现在的身份是从小饱读诗书、温柔娴静的杜小姐，哪里会舞什么剑啊？我都好久没练功夫了，手脚痒痒。哎呀，手脚再痒也不行，这万一要是露出马脚了，可怎么办呀？真是太大意了。
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以后不练了，不练了，走。哎，你是小姐，我是丫鬟。行，我端着行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我们去那边坐吧。丫鬟不像是丫鬟，小姐不像是小姐，有意思。小姐，咱们从扬州来到林州这么久了，你觉得这祈福怎么样？怪。那齐三公子呢？也怪。那个哑巴小谁啊？猜猜看。是湘云吗？不是。爱珠？也不是。宝珠？更不是了。哎呀，我猜不出来了。月生小姐。多谢。这燕生小姐是个好姑娘，只是可惜了，是个哑巴。小喜，我觉得这齐府上下怪得很。这当家的是老太君，府里唯一的小姐是个哑巴，但疯疯傻傻的，还蛮可爱的。府中唯一的公子呢，又是个病秧子。可是他这病吧也古怪，说发就发，说晕倒就晕倒。你看着他快死了吧，可一转眼人就又好了，说起话来嬉皮笑脸的，不知道说的真话假话。小姐，你可真是快言快语呢。三少奶奶，三少爷说有急事儿找您。急事儿？有什么急事儿啊？此事呢，说急也急，说不急也不急。少卖关子了，赶紧说吧。是这样，你来咱们齐府呢，也有段日子了，我们也理所应当派人去扬州一趟，一来是报平安，二来也是向岳父岳母表达一些敬意。你意下如何？可以啊，你安排吧。这礼物呢，我已经备好了，这是清单，你看看还需要增添点什么？这些差不多就行了。好。哦，还有，这信我也写好了，不过我着实不知道岳父岳母姓甚名谁，名字是哪几个字，所以还要劳你这个当女儿的亲自写了。谢吧，小姐。请吧。请吧。少爷啊，在扬州的时候，我们家小姐读书写字，从来不叫别人伺候她的呀。她呀，只喜欢让我陪在她身边，因为呢，只有小喜一人知晓，
我们家小姐，她写字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墨研得浓浓的，这样写字才好看，你说是吧？我们家小姐啊，可写得一手好字呢，是吧，小姐？小喜，我看你就别啰嗦了，赶紧让小姐快点写吧。哎，别废话了，我写什么呀？哦，哎，小姐，这封信应该是你们夫妻两个写给扬州的第一封信吧？那依我看呢，这个信封应该你们夫妻两个一起写。小姐，你呢就写老爷杜之祥，少爷你呢就写夫人王桂花。什么祥？哎呀，不对，应该男的写男的，女的写女的。小姐，你呢就写夫人王桂花。少爷，你呢就写老爷杜之祥。哎呀，行了，小喜，知道了。哪能像你这么写信啊？我自己看着办吧。杜之阳，这3个字写错2个。少爷，你找我？今天叫你来呢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方才见你研墨，发现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非一般丫头能比。我想以后就专门让你在书房伺候。啊，我在扬州的时候啊，就是在书房伺候的多。哦，那你识字？识啊。小姐教的？对啊。那你会写字吗？会啊。小姐教的？是。行，那我考考你，既然你是扬州来的丫头，你就背诵一首扬州的民歌吧。哎，唱起小调歌儿多，灯草调下砸坏锅。家里看见驴生蛋，外面看见马做窝。这讲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啊，是我们扬州的民歌，名字啊叫《撒谎经》。撒谎经？你们扬州城里有个撒谎经啊？小喜，我看你就是那个撒谎精吧？我怎么是撒谎精呢？你当然就是撒谎精。你左一个小姐教的，右一个小姐教的，可你家小姐写的字东倒西歪，你倒是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少爷，这是因为小姐那天啊，她出门的时候，她的手被门给夹了，所以她写这个的时候啊，那个手就哆哆嗦嗦的。住口！你很聪明，一边研墨一边告诉人家，杜小姐的父亲叫杜之祥，母亲叫王桂花，可人家偏偏不领情，把杜之祥3个字写错了2个。你说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女儿，连自己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你告诉她还要写错？人家拿着竹片当宝剑，想在花园里舞一舞，你还跑过去劝阻，叫人家扭扭捏捏的走碎步。没想到我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啊！大个丫头，竟然敢冒充杜老爷的人混进齐府！少爷，我不是冒充的，我是杜家的。杜小姐她不是杜家的。哎呀，我是说李小姐她不是杜家的。赶紧说出实情。哎呀，实情
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扬州城杜甫和李家同时嫁女，不知为何2支送嫁队伍到了一起。更离奇的是，出了城门天就变脸，一场暴雨让2家的送嫁队伍不约而同地躲进了城郊的仙女庙。小姐，外面雨太大了，咱们在这避避雨啊！哎，小姐，快走，强盗来了！李小姐就是这样阴差阳错，错上花轿嫁到林州的。本来她是不肯来的，但是我们跟她说，她和冰燕小姐是同病相怜。李小姐是个豪爽脾气，见不得我家杜小姐遭罪，这才答应来这边做这个冒牌的3少奶奶，替我家小姐挡过一劫。少爷，李小姐是个侠义心肠的好人啊，我求你千万不要怪罪她。起来吧。是少爷。你方才所说之事，除了我之外，不可以告诉任何人。从今往后，你在府上少说话，多做事，谨慎小心，不可露出任何马脚。是少爷。还有，此事也不可以告诉3少奶奶。你若是敢走漏半点风声，严惩不贷。记住了。记住了。